Hello everyone，我是 JL。那我们今天又要来 reaction MV 了。What the heck？ 我还没有介绍这个神秘人，就直接 Hello 了。Hello， 大家好，我叫嘟。OK， 暂时不要跟你们透露下我的身份。OK， 今天我被他邀请过来看 MV 呢，做出 reaction， 但是呢，我不知道看什么 MV 啦，所以要有请这个人来介绍。Alright， 让我来介绍。那我们今天是来看 Fujikaze 以及 King Gnu 的新的 MV 哦。然后我们第一个会看的是 Fujikaze I Need You Back 这首其实还蛮意外，因为他已经在 Prima 这个新专辑出了3个这个 music video。我原本以为是不会再有新的，没有想到突然嘣，突然炸出来，真是突然蹦出来，感觉是这首歌在那个他的 NH 一个节目啊，就是 Fujikaze Climb to the Wall 那个影片里面，其实有透露到他那时候在做 Prima 这个专辑的那个整个制作的一些流程，有展示给我们看。那其中呢，mention 出来最多次就是 I Need You Back 这个歌词，所以每个 Fujikaze 的粉丝就很期待，最后这首 actual 的 work 它的这个成品会是怎样的？我们在想嘛 ，I Need You Back 这首歌 Fujikaze 也是相当的蛮享受这个过程的，因为这个算是有点映照他当时在创作一个瓶颈的一个。梧桐看到这个歌名，你觉得会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一对情侣，那个男的他舍不得女的走，说 I need you back， 是不是啊？大概大家会有的这个想法，通常都是这样子。但Fujikaze众所周知，他对爱情是一窍不通，他会写关于爱情的东西，更多是像是Michitegu。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 music video 也骗不了我，我觉得不太像讲爱情，但是算是他第一次想要接触爱情的这类的写实。那 Love Like This 上个 reaction 影片我们也看了，那个是Fujikaze想要展示比较纯洁的爱，纯爱战神的感觉啊。那这次我们的这个 I Need You Back 呢，它不算是讲爱情的东西，它其实是想要它的 inspiration， 它的灵感回来，所以它就一直 I Need You Back。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怎样吧。下一首会再去看王牛 King Gnu 的那个 So Bad 的这个新歌，我也是很喜欢啊。等下我们再说啊，我们再说。没有 Premium Full。这个我也是还没有看的，这个 music video 憋到现在过了2天了。做了这么多表演的那个表情，什么鬼啊？什么鬼啊？就好像京剧这样。哇，还蛮帅的嘛，哥。哎呦，什么鬼哦？抓头好像被撇下去一样。哎呦，很有funk的感觉。哎呦，他怎么开始伤心了？这个应该是讲他的灵感，他现在很伤心，他需要他回来。哇，这个光晕扩大，就是有点像那个 The Greatest Showman。哦，是哦，他有高有那个什么，还蛮像的，而且很多服装啊。你看他表情很浮夸一下，好像在召唤什么东西这样。这个光你看他一下大一下小，很牛逼。感觉这个是不是演的啊？这个感觉是真的跳完然后放一点幕后这样，很像他后面那个走法，很像以前 Michael Jackson、Billie Jean 的那首 MV 的那个感觉啊。但是我觉得确实第一眼看上去很像那种马戏团的 Greatest Show 这样。我开场是这样一个扫Fujikaze闪，然后他就整个造型出来开始发狂了，然后被人推了一把。其实这个有一点故事背景啊，如果你们没有看过那个 NHK 的那个 Climb to the Wall Fujikaze 专辑的专题的节目的那一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大概有点不懂，因为他这边大概是那时候他很挣扎，一直没有灵感，遇到瓶颈嘛。那么呢，他有一段期间是他会特地走出去散步，然后很抓狂，整个若有所思的感觉，就是一点也笑不起来。他的那个算是他的老板这样的感觉吧，就带他去爬山走一走，去呼吸下新的空气，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个氛围，去把他的这个热情、整体的那个灵感要回来。所以这边他前面抓狂嘛，然后后来有一个人推那一手，然后看那个造型，它是黑色的，然后是那种手套这样子的感觉的。应该是就是这个 MV 刚好就是出现那个女人，然后也被我称之为是所谓的 inspiration 的具象化咯，算是他的灵感，让他出去见识一下世界。然后就很多奇装异服的人聚在一起，无论是发型、造型、妆容，
每个都各有特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是很特色凸显的个体。你看，连要他演抽象啊，他就做到西北像，但是你要像 Love Like This 这种呢，要演很真实啊，很帅那种啊，他的东西感觉眼神跟表情就真的很像演的，但做这种抽象的事情，还是非常的自然啊。我自己的解读就更像是这边很多有一种不一样年代层次的东西，那个元素交叠，有点像是夫妻卡这其实是有很多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融合啊，然后就一直追寻那个灵感给的路线，跟着它走，要去找到一个定义的吧，定下来的那个主题。就开始 ，Come on， 我的灵感 ，Come on。这边是真的，不是演的，就是他真的本人就是会那种憋笑的类型啊。啊，这边开始我觉得是随意记录啊，来录 BTS 然后最后放进去的感觉啊。那刚刚其实那个刚刚那一首的 I Need You Back 的 MV， 我觉得整体故事线是蛮明显的，不会像哈基狗这样难猜的。啊，就跟 Love Like This 这样是很明显的故事流程这样子，你们看一次两次就看得懂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有结合他当时的创作一些背景去做一个诠释，所以你一定要去看那个 NHK 的 video 去更了解夫妻卡这样在做第3专辑时候的心境，再配合这个 MV 看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知道他整个表达会更容易去明白。然后他这边加了蛮多80甚至有90年代的元素在里面，就算是各种时代的层面的不同的交叉交叠这样子吧。So 应该是他本人希望要这样诠释的。那如果你是喜欢或者是经历过这些年代啊，你看到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怀念的影子在里面，会觉得惊喜吧。然后整体的 MV 风格我也觉得更像以前，它整体拍法也是如此，只是比较简单，更多像是偏向拍舞蹈的那种形式的记录吧。所以我整体看到的时候，哇，我觉得现在我看到很多大众的风评是觉得那些造型太抽象啊，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故意要引起你们注意力这样子，但是也是他本人喜欢的风格啊，看他诠释的非常的自然，不像 Love Like This 这样很僵硬啊。下一个是 King Gnu 的 So Bad， 那这首歌呢，他一新出的时候呢，我本人自己听过他最近的新歌 Twilight 那些，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花那首歌，但是 Twilight 我觉得还行啊，听起来不错，但是不会是我常听的类型。那这个 So Bad 哇，燃爆了兄弟，尤其是他最后要结尾，然后他就以一个高潮点作为结尾，那个片段太好听了，我们他按后来这么起都干掉，感觉有一个世界观在啊。我喜欢 King Gnu 的 music video 诠释方式，就是因为他每个 MV 都有一个故事，甚至有一些是联系的。超能力吗？我们在守护这个 baby。他不要变，我就知道他要变机器人了。我一看他起手我就知道，他根本不是救世主，他是反派。哇，燃起来了兄弟，有点 Q 啦 Q 的那个感觉。哇，然后还有机器人嘞，哇，我很喜欢机器人元素。What the fuck？ 什么鬼啊？就像我操！我很有冲击力哦，哇！我老燃起来了，兄弟们！这个 King Gnu 呢，它是蛮多不一样风格的 music video， 大多数都是以动画。我之前还有看过粘土人的，然后每个故事诠释都不错，尤其是那个花，尤其是这个，那时候我看到真人差点掉泪，它每个故事线都蛮紧凑，然后又很多细节可以看到的，然后它都是用动画表示比较多啦，好像是有3个故事线吧，这个是叫迷狗还是什么？这是什么生物啊？反正就是一个怪物这样，它可以传染，然后僵尸这样子的，然后还有救世主这个反派，还有人类这方吧，就有3个阵营这样子的对抗吧，还蛮多内容的其实。它这个短短几分钟交代了很多东西啊，很丰富啊，这 MV。
一个仿造品这样的东西吧。这个才是真的救世主掉下来，然后刚好撞到主角群。这故事线也是简单，可是它有3个阵营要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怎样。这个怪物只是想要抢那个真正的救世主罢了，各种炫技罢了。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在 MV 有的战斗画面啊。So bad。然后他把怪物阵营全部打爆，接下来就是人类对上这个假救世主的这个打戏了。但人变的机器我是想不到，但是这点我爱了，给分，超喜欢机器元素。这边也是很抽象啊，动画独有的魅力。OK， 看了2个 MV， 我们差不多做一个结尾吧。我自己会比较偏向于喜欢 King Gnu 的 So Bad 多一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福吉卡介那首歌，就是真的好听。可是我觉得《I Need You Back》这首歌太多250的 elements 在里面了比较像 New Jeans 的 Supernatural 这首的那个调性啊，因为也是同一个制作人，都是250嘛。那么访谈的时候呢，也有被 mention 过，然后福吉卡介回答是他自己也有听 New Jeans 的歌，也觉得很喜欢，觉得加入这些也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I Need You Back》是整个专辑里面250的 elements 最多的。但是我还是蛮喜欢的，尤其是跟 Cascade Girl 连在一起，他在 MV 有表达那种很真情流露的感觉，我很喜欢他的 music video 就是这样子，有自己的一个自然的表达，然后同时又有一些故事在，然后主要是福吉卡介本人的舞蹈跟他的那个表演方式都是比较算是圈粉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但是我会比较喜欢 King Gnu So Bad 他这首歌的 MV， 他故事上会比较丰富一点。我也比较觉得具有比较大的观赏性，我比较喜欢一点。那学妹人觉得你对于你平常不太有接触这个领域的歌曲，给你什么你印象深刻的东西吗？因为我平时没有很常听 J-pop 的歌，然后他们的 MV 我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他跟华语圈还是英文圈的那种 MV 呢，就打个比如我看了中文圈的 MV 呢，他们通常都是那个人物为开导整个 MV 走向，然后他们就比较少那种可能是有故事性的，但是没有像日本圈的那么抽象。这2个 MV 呢，我看下来呢，都是觉得很抽象的一种感觉啊。确实抽。就是那个 I Need You Back 呢，无可否认呢，他们在无论是化妆技术还是场景布置跟服装，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我也是看到那个福吉卡介呢，他的表情是挺浮夸的是吧？是挺浮夸的，而且也有让我联想到很多那种我之前看的那个 The Greatest Showman 的那个一个场景，那首歌让我想到那个叫 This Is Me 的那个歌，也是很软很励志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在每一个地方所跳舞的那个阶段呢，让我想到卡拉瓶颈时候。你又接触了不同的东西，然后在里面挣扎。他所谓的跳舞呢，就是跟人与人之间，还是跟他当时候接触的事情呢，有一个碰撞吧。去到别的地方，然后去认识别的人，再进行一段舞蹈。所谓的舞蹈就是交流啊、接触啊，去碰撞，是这样一个碰撞。至于我看下来这2个 MV 呢，我会比较偏向于 King Gnu 的 So Bad， 因为他的歌确实是蛮好听的。因为比较受大众的，比较大调性这样对对对。那个福吉卡介的 I Need You Back 呢，因为可能他受众的群体不是我这类型的人吧，不是他这类型的人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可能你唱歌就会一直那边转调，可能这是他的技巧吧，是他确实是很厉害，但是对我来讲呢，一个音乐呢sorry， 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吗？都是我个人打预防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一直变调啊什么啊，就让我觉得不能好好整个享受那个歌，可能我的情绪又一直一下子就好像OK 对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个人也是觉得，我是以 music video 的角度去看的，我会觉得 So Bad 在故事性方面会比较丰富一点。那福吉卡介更像是你是他的粉丝，你会看那一首 I Need You Back 比较享受一点。但如果你完全投的对象不是粉丝的话，其实是就是有很特别的东西。但 So Bad 是比较多有一个故事，哪怕你有看 King Gnu 或者没有听 King Gnu，
你都看 MV 都有多少一点享受程度在啊，所以我们都一致认为秀贝会比较好看。你们也欢迎分享你们 comment， 我们今天 reaction 到此为止啦。记得喜欢不喜欢你都要给我点赞，然后你可以 share 给你喜欢这2首歌的朋友一起看，跟我们一起 react。如果还没有看的话，能欢迎分享你们对这2首歌的 MV 的一些感想，然后只针对 MV 的歌你们要讲也是可以的。都欢迎 comment， 我每个 video 会有一个主题 topics 给你们在下面 comment， 我也都会去回复，会给你个赞，给你个爱心。那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